印度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摩擦演变成了小型军事冲突。印度以反恐的名义对巴基斯坦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26人死亡。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声称对克里米亚地区拥有主权。克里米尔问题是当年英国殖民者可能故意留下的烂摊子，现在变成一个火药桶。英国人在世界上经常干这样的勾当，就是不想让那里的人和平生活。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如何报道本次印巴军事冲突。克什米尔冲突升级，印度发动攻击，巴基斯坦称26人死亡及6架战机被击落。印度对巴基斯坦境内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发动空袭，伊斯兰堡方面称袭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巴政府宣布将以最强硬方式予以回击。印巴冲突持续数日，升级后演变成为军事对抗。据印度军方称，周三凌晨对巴基斯坦境内及巴控克什米尔冲突地区的恐怖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巴基斯坦军方最新通报显示，空袭已造成至少26名平民丧生。军方声明还指出另有46人受伤。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乔杜里称，印方对巴境内6处不同地点发动了24次袭击，遇难平民中包括一名3岁女童。据印度方面称，巴基斯坦军队使用火炮越过克什米尔边境线开火，印方报告有8人死亡，29人受伤。印度军方表示，巴军部队肆意开火，除火炮外还使用步枪射击，射击范围既包括控制线沿线，也涉及国际边境。巴基斯坦军方还宣称，在印度领空击落了5架印度战机，据称包括3架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斗机、1架米格29战机和1架苏战机。印度政府尚未对此予以证实，但据当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有3架战机在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坠落。巴基斯坦誓言实施报复。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谴责印度空袭行为，并宣布将作出回应。谢里夫称，印度实施了卑劣的袭击，巴方坚决的反击已经展开。巴基斯坦完全有权以最强硬方式回应印度的战争行径，我们也必将这么做。谢里夫说，该国及其武装部队非常清楚如何对付敌人。巴基斯坦外交部指责印方不负责任的行径，将2个拥核国家推向重大冲突边缘。巴国家安全委员会定于周三上午召开紧急会议。巴基斯坦同时宣布关闭领空至少48小时。俄罗斯与中国呼吁巴基斯坦和印度保持克制。俄罗斯外交部在莫斯科发表声明，对印巴军事对抗升级表示高度关切，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俄方强调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表示俄罗斯与印巴2国均保持着良好关系。此前，中国外交部也已呼吁印巴双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中方表示，2国应将和平与稳定置于首位，对当前军事行动表示遗憾，并对地区局势深感忧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该地区利益攸关方，在印巴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同样拥有领土主张。印度军方就军事行动作出说明。印度军方宣称已摧毁9处恐怖分子营地，并将此次军事行动命名为信杜尔行动。配图说明，印度士兵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我们再看下一个配图说明，巴基斯坦士兵正在评估袭击后的损失情况。印度军方宣称此次行动精准、克制且非升级性，强调未袭击任何巴基斯坦军事设施，正义得到了伸张。印度军方如此表态。此次印度军方锁定的目标之一是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巴哈瓦尔布尔市的一座清真寺。据印度情报部门称，该清真寺被多个与圣战组织虔诚军有关的团体使用。该组织被指策划了2008年造成166人死亡的印度孟买连环恐怖袭击。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当局已下令周三关闭全省所有学校，该省生活着巴基斯坦2.4亿人口中的近半数。联合国方面同时呼吁双方冷静下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秘书长对印度在克什米尔停火线和国际边界线另一侧的军事行动深表关切。古特雷斯敦促印巴双方保持最大军事克制，强调国际社会无法承受印巴军事对抗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华盛顿表示，希望紧张局势很快就会结束。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分别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国家安全顾问通电话。卢比奥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称，他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继续与印巴领导人合作，推动和平解决。克什米尔地区恐怖袭击事件，近日两个拥核邻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过去数日，双方士兵在边境地区多次爆发交火。此次冲突激化的导火索是4月22日发生在印控克什米尔帕哈尔加姆地区的针对印度游客的袭击事件，造成26人遭枪击身亡。印度指控巴基斯坦支持该袭击，巴方政府则对此予以否认。这片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克什米尔地区现处于印巴分治状态。然而，这两个拥核国家均宣称对整个喜马拉雅地区拥有主权，并为此爆发过多次战争。另有小部分克什米尔地区由中国实际控制。自1989年以来，该地区武装反抗活动持续不断，此地区的冲突已造成数万计的生命损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印度对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恐怖袭击做出了远超适当且迟来的回应。我们看跟帖，印度为什么不拿出证据？巴基斯坦甚至提议在联合国主导下进行独立调查，但印度并未回应。他们在袭击发生仅10分钟后就知道凶手是谁，随后便展开了一场全面的舆论攻势。继续往下，世界上无论哪里发生冲突，往往都有穆斯林的参与。看跟帖。哦，是吗？那您不妨查查2战以来到底是谁挑起了最多的冲突，结果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正是美国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基督教价值观。德国知识点评：德国人忘记了自己几乎每次都是美国人的帮凶。再往下，德国却向印度提供高额的发展援助资金。长期协议。据德国中部广播电台报道，德国与印度达成协议，德国将在10年内向印度提供约100亿欧元的发展合作资金，相当于每年约10亿欧元。下一则，关键是德国还在持续向这些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好让他们能继续扩充军备。朋友们，大家发现了吗？德国人特别喜欢提及所谓德国发展援助，比如说每次报道中国时，也有不少人提到所谓的德援。继续往下，极端分子屡屡以最和平宗教之名，行恐怖袭击之时，遍布全球。再往下，引用伊斯兰堡通讯社的报道作为消息来源，可不太明智。要知道，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当年可是允许本拉登在军事学院附近安营扎寨的。下一则，报道中提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印度在分界线以外的军事行动表示非常担忧。然后这位网友讽刺地说：“当然了，被打的可是伊斯兰分子，联合国的同志们当然要团结一致了。”朋友们，大家也注意到了吗？德语区网友的立场好像很分明，那就是站在印度一边，很明显对巴基斯坦及穆斯林有负面情绪。另外，德语区的人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特别不待见。下一则，又是古特雷斯，这个只会空谈没有半点实质的废话篓子。继续往下，巴基斯坦、伊朗、
阿富汗是极端主义的热点地区，必须孤立并制裁他们。再往下，特朗普现在登场了，我猜这场冲突1周内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而且会达成史上最牛逼的协议，就像乌克兰战争那样圆满收场。继续往下，印度对克什米尔26名平民遇袭事件的愤怒是正当的，然而在采取行动时需保持谨慎，毕竟这是2个核大国之间的对峙。在我看来，印度方面更为理性克制，但巴基斯坦因受极端伊斯兰主义影响，其行为不如印度理性，因此印度应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尽量控制冲突规模。再往下，近年来印度屡招恐袭，却始终未以战争回击，但再耐心的国家也终有忍无可忍之时。至于宣称击落5架战机的说法，我实在难以苟同。印度装备的阵风战斗机堪称世界顶尖水平。令人费解的是，为何伊斯兰问题总是成为冲突的核心焦点？看跟帖，换成那个杀人狂魔普京，这套说辞也适用吗？下一则，为何世界报不报道冲突双方的情况？这再次给人造成只有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该为局势升级负责的印象。但事实是，莫迪总理领导的印度政府日益走向民族主义统治，蓄意压迫国内约 1.7 亿穆斯林群体。这种政策助长了激进印度教徒袭击穆斯林的行为。搜索谷歌就能找到数十起印度境内针对穆斯林的暴力事件，反之亦然。巴基斯坦对印度教徒的迫害同样存在。正因为双方都对当前危机负有责任，在世界报论坛这个明显存在伊斯兰恐惧症倾向的舆论场，我尤其期待看到平衡的报道。继续往下，这世界到底怎么了？到处都在爆发战争，乌克兰对俄罗斯，加沙对以色列，巴基斯坦对印度，缅甸、叙利亚、阿富汗，还有台湾对中国。好吧，这个还没有真正打起来，冲突多到快数不过来了。我们该不是已经在走向第3次世界大战的路上了吧？再往下，联合国现在在忙些什么呢？还是说因为这次邪恶的西方没有参与，他们就觉得棘手了？毕竟没有明确的反派可以指责。古特雷斯你怎么看？下一则，印度损失5架战机，这波买卖可真是血亏啊！继续往下，这场冲突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可能多的接收巴基斯坦文盲、伊斯兰极端分子，最好是2者兼备的人才，让他们在这里享受全包食宿，治愈战争创伤，最终成为我们德国社会的栋梁之才。再往下，我们到底向这2个国家提供多少发展援助资金？继续往下，太棒了，又一场战争即将上演。恐龙这个成功物种好歹存活了 1.7 亿年，而人类这个模型恐怕是连300万年都撑不到。再往下，等360度外长接管了联合国，他只能用那套女权主义外交政策摆平这场冲突，顺便把所有涉事穆斯林都请到德国来，我们可太期待这一天了。下一则，就在印度被极力吹捧为中国在贸易和制造领域的头号替代选择之际，当前的局势着实有些不合时宜。莫迪先生是否考虑过这一点？看跟帖，印度仅在少数行业称得上是头号替代选择，总体而言，该国仍处于混乱状态，远未成为真正的替代中国。像泰国、越南等国其实更具潜力，不少企业已经意识到这点，纷纷缩减在印度的生产规模，甚至完全撤出。再往下，特朗普在哪儿？这次12小时就能搞定和平交易，好的交易。下一则，现在谁会被扣上恶人帽子遭到制裁？谁又能获得武器支援呢？无所谓了，咱们的冯德莱恩肯定又会像往常一样英明决定的。继续往下，
克什米尔这个无解的三方争端，印度、巴基斯坦，当然还有中国，正陷入典型的零和博弈困局，各方都因害怕被视作输家而拒不退让。在这些地区，尤其是涉及这些宗教时，面子可比和平重要得多。于是战火周而复始，永无宁日。此题无解，完毕。再往下，别忘了巴基斯坦这个曾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伊斯兰国家，此次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杀害26名印度游客的行为，堪称极端挑衅。印度绝不会忍气吞声，这完全情有可原。巴基斯坦的哭诉做派简直和加沙如出一辙，他们是德国前外长贝尔伯克的心头肉啊。下一则，我已经能预见德国政府又要仗义直言了，咱们得捍卫克什米尔的安全利益，不是？然后用包机把那些穆斯林恐怖分子接来德国，管吃管住，还发公民津贴。继续往下，又是这个口口声声的爱好和平的伊斯兰教啊，说不定还真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有点关系呢。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不，我们不需要新难民，全世界都该学会和平解决冲突，废除宗教，强制推行计划生育。德国知识点评，看到这里，我又一次被德国人的双标震惊了。我在德国生活的30年，我听到看过无数次德国媒体还有身边的德国人来来回回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多么没有人性，剥夺人民的生育权等等。现在在印巴冲突这件事上，竟然鼓吹强制推行计划生育了。另外，我延伸一下，在德国，也包括所有受西方宗教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想要堕胎简直难上加难。一些未成年女孩被强奸而导致怀孕，也不准堕胎。此法律在不少罗马教皇统治下的国家和地区，直到今年2025年仍然有效，造成了很多的苦难。这是典型的蔑视受害人的人权。报道中没有提到中国的歼10系在巴基斯坦空军服役，还有就是德语区网友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印度，也让人有点意外。你们说是这样吗？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